所以人脉很重要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老师 ，I'm Miss Lin from 台湾。大家记得上次我访问了我之前的学生 Jonathan 吗？他是法国人，他现在住在台湾。如果还没有看上次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先去看一下。上次我跟他聊了一些在台湾生活、工作的好处跟坏处。那今天他要跟我们聊一下，他是怎么找到工作的，还有在台湾工作一定要会讲中文吗？你们觉得呢？那我也想先问大家，有没有人在台湾有工作经验呢？或是打工度假？如果有的话，也欢迎在留言区下面一起分享。This is a listening practice. 这是一个听力练习。This is an excellent material for you to enhance your listening comprehension. So do not hesitate to turn on the YouTube subtitle function. 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 Jonathan 怎么说。你一开始怎么在台湾找工作的呢？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的学生？因为我学生有一些人，他们其实之后也计划到台湾。找工作有很多方法。我觉得跟其他的国家差不多啊。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认识新的人。我一开始来台湾的时候，我学中文，我学1年。我去师范大学的国语中心，我在那边学中文学1年。然后这个时候我有很多时间可以认识很多新的人，我可以 network 一下。然后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因为我的法国的学校的学生的人脉，认识一个法国人在一个台湾公司工作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因为我没有想到我的学校的人有那么多在台湾，真的很多。如果我在网络上找，我可以找到很多同学在台湾工作，所以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这样找，然后第二份工作也差不多，就是认识一个人，他有朋友的朋友，然后他们介绍，然后面试，然后也是这样找得到。我自己觉得用那些 LinkedIn 还是104是台湾的LinkedIn， 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太好。我的经验不好，在104你可能会找到一些很传统的台湾公司，你可能不想在那种公司工作，但是可能在其他的行业有效。在我的行业，我觉得没有很有用。你是在科技业上班吗？对，我是软体工程师。就是你第一份工作一直到现在都是软体工程师？其实没有。我一开始我做一些产品经理的一个工作，可是一样在科技公司。然后第二份工作是广告，因为我想做不太一样，可是一样在科技公司，就是帮忙一些大台湾公司做他们的品牌策略，branding strategy。然后我现在因为我的专业就是软体工程师，所以我现在我回来到，我现在在找工作，我在做人工智慧的那个部分，所以我在做很多自己的计划。我还在看下一步是什么。那你觉得会说中文很重要吗？中文一定要说得很好吗？不重要，我觉得完全不重要，就是看你的工作是什么。但是广告的话，台湾公司想评估做广告的人，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台湾人有
好的英文能力可以做广告，所以他们其实不在意你的中文能力。然后如果你你当老师，如果你教英文去教法文，可能中文会帮忙，可能也会教一些小朋友，然后如果小朋友说你的坏话，你可能会听得懂，所以你可以骂他们。然后工程师的部分也不重要，他们比较在意的是你的科技能力。所以当然中文会帮忙，因为可能你在一家公司，你可能会比较交朋友。可是除了这个以外，我觉得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因为同事也都会说英文吧，对不对？对如果你在国际公司工作，那应该没问题。所以人脉很重要，在什么国家都一样，对。我也觉得是啊，人脉要先认识台湾人，或是能帮你介绍工作的人。对，然后可能要找那些国际公司，因为真的比较有一些台湾国际公司也不错啊，像联发科、台积电。如果你在科技行业工作，但是其他公司真的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太传统了，就是最近也有很多创业的公司，这些公司越来越多，很多台湾年轻人开自己的公司，这些也可能可以看看了。文化不一样，比较当代的想法。现代。现代想法，谢谢老师。以上就是 Jonathan 的经验，谢谢他的分享。我听完之后，真的觉得人脉很重要。那当然，机会是自己创造的。那我知道很多外国人也来台湾创业，开餐厅、开酒吧、开语言学校。还有一些外国人也在台湾的夜市摆摊哦。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，如果你是法国人 si vous êtes français 30岁以下，你也可以考虑来台湾度假打工。你可以一边打工一边旅行，当然还可以一边学中文。那我会把网站附在下面。好，那今天就这样，记得告诉我你们的心得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啦 ！I'll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， 拜拜。